我是业内数一数二的注册会计师，我刚拿下千万大单回事务所，老婆竹马以我姓贾听着像是做假账的为由，要开除我。我质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敢开除我？他很嚣张，不好意思，老板娘说，我想开除谁就开除谁。后来我给合作公司的老板发信息，我被事务所开除了，你们公司的审计工作我做不了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给老婆费杰发了条信息，老婆，赶紧来公司，马涛要开除我。马涛不以为然，打了个嗝。我闻到一股很重的酒气，上班期间敢喝酒，胆子真大。费杰一向对公司的管理非常严格，他曾3令5申，上班期间不能喝酒。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我看得目瞪口呆。一位同事给马涛拿过来一床毛毯，还特别关心地对马涛说：马总，你喝了酒，睡一觉会更好。可这会儿已经是下午3点，早就过了午休时间，他这又是喝酒又是睡觉的，公司的管理啥时候变得这么松了？我立即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费杰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我在家来个葛优躺都会被他数落半天，他怎么可能会放松对公司的管理？马涛躺在沙发上，看我皱着眉头，他反而一脸很得意的样子。怎么，贾会计不服气？不服找费总啊？费总心疼我，特批的。刚才给他送毛毯的同事在一旁帮腔，某些吃软饭的男人有什么资格对我们马总有意见？马总现在可是我们事务所的核心人物，睡会儿午觉怎么了？我也就出去了8天而已，没想到事务所变化这么大。我强压着心中的怒火，马涛，麻烦你搞清楚状况好不？我是费杰的老公，星宇会计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马涛从沙发上坐起来，是，你不就是费杰的废物老公吗？没有费杰，你啥也不是。我可是费杰的竹马，海归，是他花100万年薪请回来的，你拿什么跟我比？他摆摆手继续说道，赶紧收拾东西走人，你已经被开除了。我愣在原地没动，他走到我跟前，怎么，舍不得走？你要留下也可以，改个名字，改成马浩，也不用你去改户口本上的名字，只需要你同意，让大家以后叫你马浩。其他人一听，跟着起哄，不愧是马总，必须让他改。就是早就看这吃软饭的小白脸不顺眼了，之前还说我们事务所全靠他养活，真不要脸。还好马总来了，怒气直冲天灵盖。你们这群人，我平时待你们不薄吧？事务所的业务10个有9个都是我拉回来的，这话错了吗？如果不是我，你们早就下岗了，更别说什么100万年薪把这个家伙挖过来。我先前的一个助理站了出来，我以为他是要为我发声，但是我想多了。贾浩，你脸皮咋这么厚？我们事务所的业务不都是费总谈回来挂在你头上的吗？马总让你改个称呼而已，你改就完了。其他同事也跟着起哄，对，改不改，给句痛快话。没多会儿，费杰来了，来得还挺快，我就知道他还是很在乎我的。我指着马涛，费杰，这家伙说要……我话还没说完，就被费杰一脚踢中小腿肚。他穿的可是很尖的高跟鞋，疼得我眼泪瞬间都快流出来了。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贾浩，谁让你这么不尊重马涛的？马涛可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从普华挖过来担任审计部经理的，你竟敢对他这么不礼貌！没想到费杰竟如此维护马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马涛在一旁添油加醋，贾浩那个姓
听着就很不吉利。我们会计这一业最忌讳的就是做假账。刚才费杰提到马涛曾在普华工作过，我咋没听过他这号人？难道是我从普华离职后他才去的？他真的在普华上过班吗？费杰训完我，看着马涛，眼神都拉丝了，说话的语气也很温柔。你怎么在沙发上睡呢？感冒了怎么办？回家去睡吧。贾浩怎么说？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你怎么能直接开除他呢？以后别这样了哈。马涛还委屈上了，要不我还是走吧。贾会计对我意见这么大，以后我这队伍不好带啊。费杰一听，立马跟马涛表态，你放心，他以后不敢了。费杰很严肃地要求我跟马涛道个歉，还让我以后必须尊重马涛，否则就要对我不客气。公司其他同事窃窃私语，马总可是普华出来的耶，国际4大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之一，还是费总的主马呢。费总厉害，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嘚瑟。费杰似乎觉得还不放心，又对着我一顿输出。贾浩，这些年你就是没遇到过什么挫折，有些得意忘形了，不要觉得好像为事务所付出了很多似的，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费杰一脸不屑地看着我，从现在起，你就不是我们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了，你就负责打印文件、跑腿买咖啡、订外卖之类的活。你要从这些基础的工作当中去学会怎样尊重一个人。我莫名感到一阵心酸，曾几何时，没日没夜的加班，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的资料，这才为我们事务所在客户那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那时，费杰满心欢喜地跟我说，星宇事务所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一起看着他茁壮成长。事到如今，一切都变了。就在我以为拿下千万大单，他会为我办一个隆重的庆祝酒会时，等待我的却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竹马，狠心一脚将我踢开。马涛散发出小人得志的气息，费杰看马涛的眼神更像是看久别重逢的恋人，我瞬间觉得挺心痛的。费杰，你不能这样对我。费杰还没开口，马涛先说话了，怎么不服气啊？不服气就走啊！心中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我直接一拳头朝马涛脸上甩过去。这小子虽然喝了酒，但是脑子却很清醒，他没有还手，他扬言要报警。费杰见我动手打了马涛，当即提出要跟我离婚。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早就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贾浩，签字吧。看着他为了马涛的所作所为，我也是心如死灰。签字可以，事务所有我一半。他随即又拿出婚前财产公证书，上面清晰地说明了星宇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切资产和收益都是他的婚前财产，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懵了。当初创办星宇时，他说要个保障，还说只要我对他好，星宇名义上是他的，实际上是我们2人共同的。我当时想着，既然我跟他都结婚了，他作为一个女人要个保障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当时想都没想就签了字。如今看来，只能怪自己太信任他，行吗？净身出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毫不犹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就在我转身准备走的时候，被马涛叫住了。怎么，打了我就想走？没那么容易。我直勾勾地盯着他。那你想怎样？费杰在一旁说道。你给马涛当1周助理，把手上的工作以及刚谈好的那个千万合作交接给马涛。马涛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怎么样，贾会计，你是给我当助理呢，还是我报警？你自己看着办。孰轻孰重，我还是分得清的。事已至此，
我只能同意给他当1周助理。接下来的1周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噩梦。马涛把我使唤来使唤去，端茶倒水，打印文件，甚至让我专门跑到城北去买他喜欢吃的烤猪蹄。要知道，我们公司可是在城南，没办法，谁让我动手打了他，只能忍着。费杰对马涛欺负我的行为熟视无睹，他还要求我给马涛筹备一场欢迎晚宴。欢迎晚宴上，马涛上台致辞，感谢我的未婚妻费杰，是他前妻打下的基础，才让我能够站在更高。好家伙，我跟费杰离婚也没几天，马涛就公开了他跟费杰的关系。马涛朝我看了一眼，当然，我也知道，某些人觉得自己对事务所的贡献很大，比如前段时间谈下的那个1000万项目。不瞒大家说，那个项目前期是出了一些问题的，如果不是我后续的跟进，恐怕早就黄了。台下同事议论纷纷，我说呢，就贾浩那个吃软饭的家伙，怎么可能谈下那么大的项目？可不是吗？还得是我们马总。马涛说完，从台上下来，走到我跟前，工作也交接的差不多了，你把那个1000万项目的老板的联系方式给我，然后就可以离职了。我就知道他从始至终都是打的那个1000万项目的主意，所以才把我拖着不让离职。他们以为对方今天就能收到对方30%的首付款。我很爽快地把合作公司老板的联系方式交给了马涛。费总、马总，祝你们跟对方合作愉快。说完，我很潇洒地转身离开。他们不知道的是，1000万项目是我哥哥的大学同学的公司。我刚走出酒店，就接到安心怡的电话，看到我没？在你右手边。我往右转身，国内排名第1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安心怡站在一辆红色兰博基尼朝我挥手。我走到他跟前，贾总，终于等到你了，欢迎你加入我们怡和，上车吧。马涛拿到我给他的电话后，当即在宴会厅给对方打了电话。请问是赵成赵总吗？我是马涛，现在是星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的负责人。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后，响起一个很成熟而又稳重的声音：贾浩的那个星宇会计师事务所吗？马涛听到我的名字，皱了皱眉，但是他又不能把情绪流露给赵总。是的，赵总，有什么事吗？马涛赶紧把话接过去。是这样的，赵总，由于贾浩自身的一些问题，现在被我们事务所开除了，所以贵公司上市前的审计工作由我全权负责。赵成在电话里问马涛，方便跟我说下他离职的原因吗？马涛逮住这个机会，一个劲的在赵总面前说我的不是，说我职业操守有问题，人品不行等等。他还信誓旦旦地跟赵总保证，说绝对不会姑息我这种人。马涛说完我的问题，还不忘给自己吹捧一番。赵总，您放心，我是从普华出来的，以我的专业能力，肯定能为你们提供更高效的审计服务。马涛这一踩一拉的举动，着实熟练得很。费杰在一旁听了，也是连连点头称赞。但是电话那头的赵总听了之后，半天没说话，搞得马涛拿起手机瞅了一眼，还以为电话断线了。赵总，你有在听吗？赵成接下来说的话打了马涛一个措手不及。我们公司的审计工作，我从来没有委托给你们星宇事务所，而是委托给贾浩本人的。马涛顿时慌了神，语气支支吾吾。赵总，您是说审计工作交给贾浩本人？贾浩是我们星宇的会计师，现在他离职了，理应就该由我们事务所接手啊。赵总，我先前走出宴会厅的时候，就给赵总发了条信息，我被事务所开除了，
你们公司的审计工作我做不了了。电话那头传来赵成的笑声。马什么？马涛是吧？谁告诉你我公司的审计工作是属于你们事务所的？我就明跟你说了吧，我只认人，只认贾浩这个人，他到哪里，我们的这个审计合作就跟到哪里。马涛还是不敢相信。赵总，贾浩就是一个靠女人吃软饭的家伙，他没有什么能力的，你跟我们合作吧，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更好地帮你们把审计工作做好。赵成在电话那头轻哼一声，如果你知道贾浩跟我很熟，我是他哥的大学同学，你或许就不会这样说他了。宴会厅的人看到星宇事务所的2位领导乱了分寸，他们也就更慌了。费杰一脸疑惑，贾浩怎么会跟赵成认识呢？怎么从来没听贾浩提起过？他一下回过味来，贾浩这人平时除了工作也很少应酬，他也就基本不了解贾浩的私人圈子都有些什么朋友。赵成在电话里很明确地告诉马涛，既然贾浩被你们开除了，不仅我们公司现在不会跟你们进行合作，以后也不会有任何合作关系。马涛跟赵成通完电话后，费杰打了个踉跄，差点没站住。他脑子里很乱，他在心里问自己，难道我要去把贾浩追回来吗？不行，这样绝对不行。他在心里暗暗下的决心，即使没有我，但是他有马涛，一样能让星宇做大做强。费杰不知道的是，这些年跟星宇合作的所有客户信任的都是我，而不是星宇。1周时间不到，整个行业都知道我跳槽到了颐和会计师事务所。安心怡包了市里最好的酒店，给我办了一个任职宴。昔日跟我合作的客户以及排名前10的会计师事务所同行悉数到场，唯独没有星宇事务所的人，因为压根就没请他们。大家纷纷为我送上祝福。一位曾跟我合作多年的上市公司负责人张总跟我说道，贾总，我们公司以后的审计工作还是要继续摆脱你。另外一位建筑公司的老板也说，张总说的没错，贾总，不管你在哪，我们就跟你到哪。一个很直白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没有贾总的星宇还能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吗？充其量就是一家代理记账公司，就是贾总才是星宇的灵魂人物。恭喜贾总入职颐和，颐和有贾总的加入，前途不可限量。也要恭喜安总啊，现场的客户也都有这个意思，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信任。就在这时，宴会厅的大门被人推开，费杰和马涛不请自来。费杰尖锐的声音在宴会厅响起，贾浩，引得所有人都朝他看去。费杰径直走到安心怡跟前，好你个安心怡，不仅挖我事务所的员工，还把客户也给抢走了，你们这种行为很不道德。安心怡什么场面没见过，气势一点不输费杰，反而比费杰更稳重。费总，你这话有点欠妥吧？贾总离职，我们高薪聘请，有什么问题吗？大家信任贾总，愿意把审计工作继续交给贾总来做，有什么问题吗？我的客户也帮着我跟安心怡说话，就是费总，我们想跟谁合作，那是我们的权利，你不能逼着我们跟你合作吧？而且实话说吧，我们就是看重贾总的做事认真负责，能力又强，我们不是跟你们星宇合作，而是跟贾总合作。费总，听说你们公司新来了一个叫什么马涛的，听说以前在普华待过，能力很强的。既然这样，你让他去接新业务不就好了？听说他前几天还接了个3000块钱的单子，帮一家小建筑公司出了份年度审计报告。这句话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马涛见有人嘲讽他，情绪立马就上来了。你们这些人居然敢笑我，没有你们，星宇还活不下去了。费杰赶紧拽着马涛，让他别再继续说下去。马涛可没管费杰的提醒，继续对着在场的客户一通输出：你们就是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我们星宇不稀罕跟你们合作，而且我要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们星宇不会再跟你们在座的各位以及与你们有关联的公司合作。你们记住，不是你们抛弃我们星宇，而是我们星宇不瞧不起你们。马涛越说越过分，现场的人像看一个神经病一样看马涛。费杰没想到马涛竟然语出如此惊人，马涛这样做无异于断了星宇的生路。在座的是什么人？都是头部公司，他们公司本身的审计业务量就占了很大比重，再加上他们的人脉圈子，那基本上留给星宇的就是一些小鱼小虾。费杰脑子一片空白，安心怡趁机添了一把火。大家也都听到了星宇的马总所说的话了，他这种无端攻击同行，不把客户放眼里的人，素质有多低？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把工作做好？我们颐和保留对马总及其星宇追求其恶意诋毁的权利。在座各位，也请你们帮忙做个见证。说完，安心怡转头看着费杰：费总、马总，你们现在声明发表完了，可以走了吗？我们的宴会没有邀请你们。保安。安心怡让保安把费杰和马涛请了出去。马涛在我的任职宴上诋毁同行、得罪客户的消息不胫而走，跟星宇合作的老客户纷纷解约，有些甚至不惜赔偿违约金也要解约。同时，星宇基本没有新客户。星宇的员工私下里开始抱怨马涛，他们说马涛才是那个吃软饭的人。这话传到马涛耳朵里，他一怒之下开除了好几个公司的员工。费杰为了支撑星宇的发展，不惜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全部拿去做了抵押。他还到处求人拉业务，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被他拉到了业务。一家科技公司准备上市新三板，需要做上市前的审计工作。这家公司找了很多会计师事务所，要么报价太高，至少120万，要么就是要排期。费杰给他们的报价直接打5折，只收他们60万，而且答应可以立即着手他们的审计工作。他们一听很是高兴，于是当即约了费杰和马涛上门面谈。马涛穿着费杰给他买的西装，头发上了发胶，皮鞋擦得锃亮，来到他们公司。对方安排马涛和费杰来到会议上。马涛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然后让对方打开投影仪。他自己做了一份自我介绍的 PPT， 在 PPT 里，马涛各种吹捧自己，说自己从事审计工作10几年，还在普华干过，所以经验丰富。而后，马涛又说，如果跟对方合作，将会这样那样来保证做好对方公司的审计业务。对方负责人被马涛的甜言蜜语忽悠得找不到北，当即签了合作协议。有了这家公司的业务，费杰也暂时能喘口气了。回去的路上，费杰毫不吝啬地夸赞马涛：“老公就是厉害，听你在 PPT 里对自己的介绍，我都觉得我是高攀你了。”马涛本来就有些得意，再加上费杰这么一夸，更是找不到北了。我就说，没了贾浩那个家伙，以及他挖走的那些客户，我们也照样行吧？费杰一个劲的点头。马涛很有信心，等着吧，看我怎么把星宇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事实证明，老人说的那句“人狂自有天收”是一点都没错。
原本能让费杰喘口气的审计合作，却要了他的命。再次听到关于星宇的很炸裂的消息，是在3个月后了。这天，我跟安心怡一起去参加一个行业研讨会，会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行跟我聊起星宇。贾总，你以前也是星宇的事，星宇最近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吗？他这样一问，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没有啊，星宇怎么了？我最近挺忙的，没关注他们。他们把盛天科技公司的上市给搞砸了。盛天科技就是费杰和马涛以60万的服务费签的那家公司。我露出很惊讶的表情。啊，不会吧？怎么回事？盛天科技公司的上市审计工作其实并不复杂，只需要严格执行审计标准，按照流程完成审计工作就行了。那位同行给我转发过来一份关于星宇的资料，上面有提到星宇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为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遗漏了函证，导致关键信息缺失，影响审计结论的准确性，所以造成了盛天科技公司的 IPO 被否。后来我听说盛天科技公司的老板把星宇事务所和马涛给告了。星宇的官司开庭那天，来了很多同行，包括我和安心怡也去了。大家都想看看星宇花高价请来的注册会计师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法庭上，马涛比起之前憔悴来不少，但是精神头还是有的。可能他并不想在大家面前丢人，所以故作姿态吧。法官让马涛发言。尊敬的法官、陪审团、检方及辩方律师，我是被告马涛，职业注册会计师。我想跟原告说的是，这又不是多大的事，何必闹到法庭上来了呢？我们星宇事务所实力还是有的，只是这次原告给我们的时间太短了，所以才忙中出错。原告要不这样，晚上我请大家一起吃顿饭，这事就算过去了，可以吗？全场一片哗然，觉得马涛的发言简直太儿戏，在这样正式的场合竟然说出请客吃饭这样的话来。法官提醒他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话。这时候马涛又说，原告要我们赔偿他们损失200万，这种要求简直就是无理要求嘛。他们答应给我们的50万审计服务费也都还没给我们，虽然是我们的疏忽耽误原告公司上市，但是我们最多赔2000块钱给他们。又是一番雷人的言论。马涛的律师提醒他不要再说了。在法庭上，原告律师还拿出了马涛做假账的证据。马涛反驳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对方公司在上市后股价能卖得更高一点。马涛都承认是自己的疏忽，还承认自己做假账，他律师也无力回天，只好走个形式结束这场官司。最终星宇要赔偿对方60万，马涛要面临3年的牢狱之灾。为了凑齐这60万，之前费杰抵押的房子车子彻底拿去卖了，这才勉强凑够赔偿款。因为这件事，星宇还上了热搜，井号国内排名第2的会计师事务所星宇智盛天科技公司 IPO 被终止，井号普华前员工审计能力遭质疑，井号。随后普华发了一份声明，马涛从未入职过普华，并就马涛对本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害保留追责权利。有网友拔出来，马涛只是去普华逛过，拍了2张照片，然后就说自己在普华入职过。另外，网友还扒出了马涛曾经做假账的黑历史。马涛还因为做假账被判了6个月，缓期1年。这时费杰才知道，原来他的这个竹马竟然是个骗子。
这也不怪费杰不了解马涛的情况，毕竟俩人上初中以后就没有了联系。不得不说，马涛这张嘴确实能忽悠，忽悠了费杰，也忽悠了后来的合作方。他真正的本事也就是忽悠。没多久，星宇和马涛再次上了新闻头条。假会计马涛获刑3年，星宇会计师事务所即将破产。头条内容中有2张照片，一张是马涛剃了个光头，身穿监狱里面特有的黄马甲，双手被手铐铐住的照片。照片上的马涛眼神空洞，整个人很萎靡。另外一张是费杰坐在办公室里的照片，办公室里的东西已经清理一空，费杰看起来也是无精打采，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光彩。公司办公室，安心怡拖着下巴望着我，贾总，看到星宇如今落得这般下场，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沉默了片刻。先前费杰为了马涛3番5次羞辱我，还让我听马涛的话，改名字，让我给马涛端茶倒水，将我踢出星宇的画面再次浮现在脑海里。我笑了笑，很平淡地说了一句：咎由自取。安心怡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哟，没想到一向重情重义的贾总竟然也能说出这么无情的话，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他站起来朝我走过来，拽着我的领带往他跟前凑。不过这样恩怨分明的贾总更有魅力，我喜欢。是啊，以前的我在费杰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失去理智的人，费杰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怕明明知道费杰做的不对，也会依着他。贾总，今天晚上庆祝我们颐和成为行业排名第1的会计师事务所，你作为我们事务所的金牌合伙人，可一定要到。我搂住他的腰。好的，我的事业合伙人兼不久后的生活合伙人。离开星宇来到颐和后，安心怡完全信任我，给了我足够大的权限，让我自由发挥。我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带着颐和接了一个又一个的审计项目，并且每一个经我手的审计项目也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完成。我的努力，安心怡以及颐和的同事也都看在眼里。我哥大学同学，也就是郑总公司的审计工作，我也完成得很出色。后来他又给我介绍了不少客户。至于星宇，自从我离开后就一步步在衰落。这天，费杰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电话那头的费杰情绪很不稳定。贾浩，是我是费杰。我语气很平静。费总，有什么事吗？贾浩，我住院了，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方面的病，你能到医院来看看我吗？抱歉啊，费总，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找不到任何来关心你的理由。费杰竟然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贾浩，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为了马涛那个骗子那样对你，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把玩手上婚戒的安心怡。费总，如果你没别的什么事，我就先挂了，我这边还有事要忙。就在我挂电话那一刻，我听到费杰在咆哮，你不能这样对我。安心怡走到我跟前，聊完了，我跟他早就没什么可聊的。半年后，法院联系我，让我以证人身份出席星宇事务所的破产听证会。在法庭见到费杰那一刻，我惊呆了。眼前这个女人骨瘦嶙峋，蓬头垢面的，白色衬衣不仅皱皱巴巴，而且还有污渍，真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费杰。他在见到我那一刻动了动嘴唇，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也没说出口。法官按照流程宣告星宇破产那一刻，费杰终于绷不住了，他当场大哭起来，嘴里还喊着：贾浩，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你带了事务所的客户，才导致星宇破产的，都是你。要不是法庭的工作人员拉着他，他估计都要扑过来把我吃了。在得到法官的允许后，我走出法庭。法庭外天气格外晴朗，不远处安心怡已经在车里等了我好一阵。还顺利吗？我点点头，挺顺利的，一切都结束了。他握着我的手，不，才刚刚开始。我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晚上，我妈让我带你回家吃饭。好，就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通过后视镜看到费杰踉踉跄跄走出法庭，他一个没站稳，倒了下去。法庭的工作人员迅速围了过去。费杰结束了，而我贾浩的人生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